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期影片我们继续来聊36计制，第一套圣战计，第5计趁火打劫。趁火打劫出自清代徐科《清败类钞》，有所谓趁火打劫者，临时之道也。遇有人家失火，即约1、2伴侣飞奔入内，见物即取，或持之，或负之，或扛之。主人加以呵斥，则曰：“将未汝既遁于吾家也，盖仓促起意，利人之危而成之耳。”原意是趁火打劫的人其实只是一些临时起恶意的盗贼，他们遇见有人家里失火，赶紧约上几个人跑到失火的人家里面，见到东西就抢，有用手拿的，有用背背的，有用肩扛的。这个家的主人训斥他们，他们就说想把你们家的东西先寄存在我家，大概这是匆忙之间才起的恶念，乘人之危，抢得利益。很明显，这个成语原为贬义。36计将趁火打劫用于军事上，并作为圣战计之一，强调要抓住敌人内忧外困之机进行攻击，胜于易胜，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效益。在中国军事史上，乘人之危予以打击的军事谋略思想源远流长，但直到春秋晚期以后，这一思想才得到应有的重视。因为自西周到春秋前中期，人们在战争指导上更多的侧重以礼为固、以人为胜、以人为本、正大不诈等军事伦理，对军事行动进行种种限制。春秋后期至战国，上述情况已不复存在。战争指导上确立了兵以诈立的新观念，诡诈奇绝不再是非礼之举，避实击虚、兵不厌诈、攻其无备等成为公认的武之善经，乘敌之危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。所以孙子、史记特别将乱而取之作为制胜方法之一，这些都是趁火打劫一计的思想源头和理论依据。至于如何趁火打劫，本纪暗语说得很清楚：敌害在内，则劫其地；敌害在外，则劫其民；内外交害，则劫其国。就是说，敌方有了内忧，就趁机发兵攻占其土地；敌方遭遇外患，就趁机劫掠其人民；敌方内忧外患交织，就趁机吞并其国家。这里的内忧主要表现为因天灾或政策失误而导致的经济困难、民不聊生；因政治腐败而导致的民怨沸腾；因内战导致的国家分裂等等。外患则指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孤立局面，遭遇外敌入侵等。使用趁火打劫之计，同样要发挥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，因为所谓敌之火，即敌人的灾难和危机，并不总是一种已经形成的客观状态，常常需要趁者的积极促成。例如通过变诈给敌方制造混乱，进行战略欺骗和误导，实施离间分化，使敌人战略失误，实力削弱，然后再乘机攻伐，谋取自己的利益。结语：敌之害大，就是取利，刚决柔也。敌人面临巨大的灾难和危机，就应乘机出兵夺取胜利，这就是以强胜弱的策略。暗语：敌害在内，则劫其地；敌害在外，则劫其民；内外交害，则劫其国。敌人的危机在内部，就攻占其土地；敌人的祸患在外部，就劫掠其民众；敌人内忧外患交迫，就一举吞并其国家。战例：齐宣王趁火打劫灭燕国。战国中期，齐国除了向中原扩张外，还将矛头指向他的近邻、实力较弱的燕国，以便在与秦国的角逐中占据更多的优势。周申亮王4年，西元前317年，燕王快让位于攻于新纪的相国子之。子之即位3年后，燕国政局更加动荡。齐国见燕国内乱不止，遂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。为了加剧燕国内乱，齐王派使者游说燕太子平。我们齐王听说太子要整治朝政，十分高兴。齐国虽小，不能追随左右，但乐意听从太子差遣，助燕国一臂之力。燕太子平信以为真，不再担心齐国这一外患，
放手发兵围攻相国子之，但遭到对方顽强抵抗。战事持续数月之久，死者数万，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。燕国百姓怨声载道，纷纷逃往外国避乱。齐王见伐燕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派匡章率军突然出兵，大举进攻燕国。燕国因长期战乱，无力抵御齐军进攻，在齐军攻城时，甚至连城门也没来得及关闭。结果齐军长驱直入，50天内便攻下燕国国都晋（今北京），杀燕军快和相国子之，齐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重大胜利。当然，后来因为齐军残暴，燕国民众不堪忍受，纷纷起来反抗。加上秦国等诸侯国担心齐国吞并燕国后势力膨胀，联合加以干涉，齐军在各方压力下只得撤出燕国。燕太子平复国后，经此遭际，励精图治，广招贤士，改革内政，才使得燕国逐渐复兴。越王勾践趁火打劫灭吴国。春秋时期，吴国和越国相互争霸，战事频繁。周敬王26年（西元前494年），吴王夫差兴倾国之兵，取水到伐越。吴越两军在夫交（今江苏苏州太湖）交山会战，吴国一举打败越国军队。越王勾践带领5000余残兵败将，退守于会稽山顶部的平阳（今浙江绍兴平水镇），遂被夫差以重兵围困。在万般无奈之际，勾践只好接受文仲卑辞厚礼向吴求和的建议，演出了一场韬略的戏剧。为了取信于夫差，勾践先派文仲携带美女宝器贿赂了夫差的宠臣伯嚭，让伯嚭在夫差面前进言，允许越国求和。随后带上妻子和重臣范蠡等人，作为人质来到吴国，在夫差先父阖闾大木房的15里，为夫差当马夫。勾践精心侍奉夫差，夫差每次外出都由勾践牵马。夫差病了，勾践不但送茶送饭、端屎端尿，而且还口尝夫差屙下的粪便，以确诊其病情的阴阳寒热。勾践的行动终于赢得了夫差的信任，于周敬王29年（西元前491年）将他释放回越国。勾践当着夫差的面忠心耿耿，忍屈受辱，但骨子里却雄心未泯，时刻不忘复仇大业。他返回越国后，没有回到王宫，而是到平民中间询问疾苦，与有才之士共商大计。为了鞭策自己，他卧薪尝胆，过着百姓的生活，励精图治，为富国强民煞费心机。同时，他还向吴国年年进贡，还挑选、训练了西施等绝色佳人送给夫差，以麻痹吴国对越国的戒备。就这样，勾践双管齐下，不但使本国日渐振兴，也麻痹了夫差对其的警戒。后来，夫差大破齐军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不仅骄纵跋扈，生活淫靡奢侈，还大兴土木，搞得民穷财尽。夫差还杀害了吴国一代名将忠臣伍子胥，违命奸臣，拒绝纳谏。国内又遭遇严重旱灾，田里连螃蟹、水稻都干死了，国内一片混乱的景象，百姓怨声四起。周敬王38年（西元前482年），吴王夫差北上和中原各国诸侯在黄池（今河南新乡封丘路南）会盟，吴国精兵尽出，国内空虚。越王勾践趁火打劫，亲自率兵数万，大举进攻吴国，俘获了夫差的儿子太子友。夫差在外很久，士兵疲惫，于是就派使者带上厚礼与越国媾和。勾践估计一下子灭不了吴国，就同意了。周敬王42年（西元前478年），勾践再次率兵伐吴，大败吴兵于利泽，史称利泽之战。随后，勾践在周敬王44年（西元前476年）对吴国发起总攻，于周元王元年（西元前475年）包围了吴国都城姑苏（今江苏苏州）。吴王夫差被困，最终拔剑自刎，越国彻底打败了吴国。越王勾践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忍辱负重20年。又能在夫差得意忘形之际，在适当的时间里抓住机会，趁火打劫，一举消灭了吴国。此举是趁火打劫之计，也堪称多计并用。虽然这场火让勾践足足等了20年之久。
多尔衮趁乱入主中原。明朝末期，国势衰微，政治腐败，民生凋敝。而此时，居住在东北的满族游牧民族女真部逐渐强大起来。他们的首领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都早有入主中原的打算，只是直到去世都未能如愿。明崇祯16年，西元1643年，清太宗皇太极病逝，幼子福临嗣位，年号顺治，是为清世祖，由睿亲王多尔衮摄政。顺治帝即位时只有7岁，朝廷的权力都集中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上。多尔衮对中原早就有攻取之意，想在他手上建立功业，以遂父兄未完成的入主中原的遗愿。他时刻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明朝的一举一动。崇祯皇帝猜疑成性，贤臣良将根本不能在朝廷立足，他一连更换了10几个宰相，又杀了大将袁崇焕。崇祯帝的周围都是些奸邪小人，明朝崩溃的大局已定。明崇祯17年，西元1644年正月，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，渡黄河东征，向北京进攻，一路势如破竹。而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清朝，占领沈阳、辽阳等重要战略据点多年，势力扩张到辽河以西，在山海关外伺机而进。明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、清朝3大势力正在角逐碰撞，大明王朝已是大厦将倾。同年3月，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一举攻破北京城，崇祯皇帝自杀，明王朝灭亡。但随着军事上的迅速胜利，大顺政权领导者们产生了骄傲、麻痹思想。起义军刚进北京城时，军纪相当严明，但后来逐渐松懈。有些军官甚至受贿纳妾，包庇明朝官吏；有些士兵腰缠金银珠宝，打算富贵还乡。大顺领导者陶醉于眼前胜利，以为明朝覆灭，天下从此太平。对于屯兵山海关的吴三桂，更是抱有幻想，指派降将唐通持吴三桂父亲吴襄的信，以及金银绢帛和侯爵封号前去招抚。而盘踞在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则暗中勾结满洲贵族，准备举兵反扑。吴三桂本是势利小人，惯于见风使舵。他看到明朝大势已去，本想投奔李自成，巩固自己的实力。而李自成胜利之后，滋长了骄傲情绪，没把吴三桂看在眼里，抄了他的家，扣押了他的父亲，掳了他的爱妾。本来就朝三暮四的吴三桂，冲冠一怒为红颜，终于投靠满清，希望借清兵势力消灭李自成。多尔衮闻讯欣喜若狂，认为时机成熟，可以实现多年的愿望了。这时中原内部战火纷飞，李自成江山未定，于是多尔衮迅速联合吴三桂的部队进入山海关，并长驱直入，攻陷京城。农民起义军不得不退出北京。多尔衮把握时机，成明政府与起义军对抗之际，趁火打劫，一举攻占了中原，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。那么好，这期影片就先讲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